这节课呢，我们来讲 Nginx 的一个负载均衡。讲这个负载均衡之前，我们上一节讲了 Nginx 的一个反向代理。我们使用 Nginx 的反向代理功能，可以构建静态站点和动态站点。这个的话，如果不会的话，可以看我上一节的一个课程。这一节我们来说这个负载均衡。负载均衡的话，分为有几种策略，常用的是轮询策略，还有一个是权重策略 IP hash， 还有两个第三方插件。我们常用的是轮询策略。它轮询策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用户去访问我们的这个负载均衡主机的时候，负载均衡主机会把这个流量访客根据需求配置。你比如说按照权重的机器，或者直接使用轮询把流量分配到其他不同的Linux 服务器上去。那这样的话，用户是无感知的他不知道用户访问这个域名或者访问这个 IP 得到的这个数据是来自于哪一个服务器。来实现负载均衡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负载均衡的目的是承载更大的一个用户访客。这里我构建了3个Linux 主机，我们来先登录一下。我们使用这个 1.200 作为负载均衡的一个主机。把这个100作为这个集群当中的一个单个主机。我们先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站点103，没错。然后我们去看一下100这个。我们先要在配置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先要去访问一下这个100站点，还有这个103这个站点是否能打开哈。1.100是可以访问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1.103。那103也是可以访问到的。然后我们来访问一下1.200。现在我们访问的是1.200，然后我们需要再配置这个1.200主机去让这个流量转到这个1.103或者1.100上面去。我们来修改一下配置文件。我们打开这个1.200的这个 Nginx 配置文件，找到我们的 HTTP， 在 HTTP 里边，我们需要加一个upstream。这个 mserver 的话是可以自定义的，但是 upstream 是必须要这样写的。mserver 的话是可以自定义写的。
100指定我们的端口80端口，然后我们再加上几个参数。再加一个主机，这是2个主机，我们来看一下参数吧。这个是最大的失败次数，也就是2最大的超时时间就是超时时间是30秒，也就是说主机与主机之间如果说链接超过30秒的话，失败次数为2大于值2，然后它的话就认为这个主机是宕机或者说不可用，然后把流量分配给其他的可用主机。这个我们也加上它。光配置完这个 upstream 之后，然后我们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我们需要去调用它。首先我们访问 1.200 的时候，匹配这个listen 80端口 server name， 然后我们的 location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地地址。如果说你用的是域名的话，那直接把域名加到这里，然后让它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location。之前我们的 location 是加了这个 root 和 index， 我们把这个去掉因为这里用不到，然后我们需要去加一个调用。前面是固定的，然后加一个我们的自定义的这个 server 的名字，然后保存退出。我们修改完 Nginx 之后，然后需要去对这个修改的 Nginx 的配置文件做一个校验，看一下有没有错误。当它提示这个 OK 或者 Successful 说明我们修改的没有语法错误。那我们来去重打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去访问一下 192.168.1.200， 看一下我们的流量是否已经转到其他的主机上面去了。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访问 1.200 的时候，其实实际上我们访问的是 1.100 主机上的内容，返回的是 1.100 主机或者 1.103 主机上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Nginx 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效果。其实挺简单的，它主要是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在哪个地方。主要是这个 upstream 的一个配置，还有一个 upstream 的一个调用。